下周金砖国家喀山峰会将在俄罗斯举行。俄总统普京介绍相关情况时透露，他将不会出席下月在巴西举行的 G20 峰会，因此金砖峰会很可能是普京今年参加的最后一场重要国际多边会议。而就在峰会之前，金砖国家南非将台当局代表驱逐出该国行政首都，这又释放出何种信号？来看看报道。毛宁介绍，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领导人小范围、大范围会议、金专家领导人对话会等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专务实合作、金专机制发展以及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深入交流。毛宁还表示，今年是大金专合作开局之年，此次会晤是金专扩员后首次举行，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今年1月1号，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5国正式参与金砖国家合作，金砖由此正式扩容至10个成员。数据显示，扩大后的大金砖占全球陆地面积的30%，世界人口的45%，全球贸易的20%，石油产量和储存量占到全球能源格局的约40%，GDP 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7国集团。近期，马来西亚、斯里兰卡、阿塞拜疆等不同地区的全球南方国家均公开表示申请加入。巴西外长毛罗维埃拉透露，目前已有近30个国家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又有这个新的大金砖啊，实际上我觉得这里面凸显出来就是这个非西方，这个全球南方的这样的一种我们说这种实力和能力的两方面的一种壮大吧。俄罗斯是2024年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举办城市喀山位于伏尔加河中游与卡赞卡河的交汇处，是俄罗斯重要的铁路枢纽和大型河港口，同时也是俄罗斯最大的工业金融中心之一。据悉，24个国家的领导人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确认出席喀山峰会，沙特将派外交大臣出席。此外，欧亚经济特派团、上海合作组织等6个国际组织也将参加峰会。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会晤金砖国家主流媒体代表，就俄乌冲突，普京表示，俄方希望乌克兰问题可以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并警告乌克兰方面不要妄想制造核武器，这是危险的挑衅，将会面临严重后果。当前中东局势引发全球各方担忧，普京表示，今年的金砖峰会将讨论相关议题。在谈及中美关系时，普京说，美国的对华政策错误，美国还企图将其欧洲盟友拖入与中国的潜在冲突。Это невозможно сделать, даже как вот невоз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солнцу, не вставай, оно все равно поднимется. 谈及俄中关系时，普京表示，双方关系始终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照顾彼此利益，倾听彼此关切。两国经贸往来增长迅速，中国是俄第1大贸易伙伴国，俄在中国贸易伙伴国的排名升至第4位。值得注意的是，金砖国家彼此照顾对方国家核心利益，这显示金砖国家之间的互信不断增强。南非政府日前勒令驻南非台北联络代表处限期迁出其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也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值得注意的是，南非与台当局1998年1月1号断绝官方往来，但台当局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设有代表处。几个月来，台外事部门不断游说南非政府，还宣布反制，但最终失败。此前有舆论猜测，俄方将在本届金砖峰会上推动去美元化进程。普京表示，俄方正在与金砖国家打造类似于基于美元的 SWIFT 的清算体系，但目前打造金砖国家统一货币的时机仍不成熟。他建议金砖国家在投资中使用数字化货币，使用本币贸易是去年8月南非金砖峰会发表约翰内斯堡宣言的重要内涵。按照宣言，喀山峰会将审议各国央行提交的本币合作支付工具等报告。自二战以来，美元在全球货币和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一直是国际金融秩序的核心，这一局面延续至今。在此期间，美国不断将美元武器化。有统计显示，自2000年911事件以来，美国实施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制裁呈爆炸性增长。仅20年间，相关制裁对象由912个增至9400多个。相关举动让各国对美元这一制裁货币产生严重不信任。
以俄乌冲突为例，美国对俄罗斯发起了规模空前的金融制裁，包括限制俄罗斯主权债在国际金融市场融资，制裁俄罗斯央行，冻结其外储资产，切断金融交易，将7家俄罗斯银行剔除出 SWIFT 清算体系等。美欧舆论担心，在美国将美元武器化愈演愈烈的情况下，虽然美元在全球经贸占比仍较高，但去美元化的趋势日渐明显。突出表现为越来越大规模的本币互换以及本币结算，不少美国的坚实盟友也参与其中。本月18号，中国船舶沪东中华造船联合中船贸易与加拿大西斯班公司在上海签订的6艘自主研发13600箱大型集装箱船建造合同，就是以人民币结算。这也成为今年中国集装箱船型最大一单以人民币结算的造船订单。英国外交发展大臣拉米在北京表示，将加强同中国对话合作，有效管控分歧。中方积极回应，同意全面恢复中英两国各领域对话合作机制。此前，英国政府追随美方战略，破坏中英合作。工党政府上台后承诺100天内重新评估中英关系，目前这一期限将满。更为微妙的是，欧盟以及加拿大等美国盟友近期追随美国对中国产电动车进行打压，而英国选择不跟进，这一态度十分微妙。I believe what you need is more diplomacy, not less. That's why it's so important to be here as a UK Foreign Secretary and to keep coming back. 英国外交发展大臣拉米18号抵达中国，展开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19号，拉米在上海与中英企业代表会面。拉米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英中双方应该开展更多外交。他还表示，上届政府领导下的英国政策并不一致，本届政府要做到保持一致性。What people also want is consistency. What business wants is stability and clarity, and that's what the UK government, led by Keir Starmer, promises over this next period. 拉米承认，尽管英中双方在一些领域存在分歧，但双方也都同意加强对话合作。拉米此次访华是今年7月斯塔默当选英国首相以来，英国新政府首位对华展开访问的内阁大臣，也是6年来第2次有英国外交发展大臣来华访问。拉米18号抵达北京后，先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然后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丁薛祥在会见拉米时表示，中英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双方利益深度交融。拉米表示，英国新政府愿同中方加强建设性对话、坦诚交流，深化各领域合作，发展连贯的、相互尊重的双边关系，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王毅在与拉米的会谈中表示，中方愿同英方一道推动中英关系进入稳定发展的新阶段。王毅还以纪录电影《里斯本完沉没》为例，指出中英关系从历史中走来，现在站在新的起点上。中方积极评价英国工党政府提出的发展长期、稳定、有战略意义的对华关系，并强调台湾、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不干涉内政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王毅还指出，中方同意全面恢复两国各领域对话合作机制，积极开展贸易、金融、绿色发展、科技、卫生、教育、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拉米表示，英方愿加强同中国对话合作，有效管控分歧。英方在台湾问题上恪守建交时的承诺，并长期坚守。英方期待同中方加强高层及各级别交往对话。值得一提的是，王毅提到的《里斯本完沉没》是一部纪录电影，讲述的是2战期间中国渔民奋勇救助英军俘虏的故事，让人们得以重温中英并肩作战抗击法西斯的共同记忆。2023年，该影片曾在英国伦敦、伯恩茅斯、爱丁堡等地超前点映，收到了很多来自里斯本完营救事件亲历者家属的信件。该事件也成为两国人民结下深厚情谊的历史佳话。目前，该片也正在国内院线上映。深圳卫视注意到，多家媒体在对拉米此次访华进行报道时，都围绕着务实一词。英国外交部在拉米到访当天的一份声明中，也5次提到这一关键词。英国首相斯塔默14号在受访时谈及拉米此次中国之行，也提到英方会在必要时提出挑战，但我们也很务实，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向前发展并取得成功。2015年时，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和中国领导人共同宣布中英关系进入黄金时代。中国企业还和法国企
企业一起中标了英国的核电站项目。随后，因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华为5G 事件、香港修例风波、美国印太战略等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出现，中英之间的关系经历着数次起伏。而这期间，英国自身利益也不断受损。近年来，英国 GDP 甚至被昔日的殖民地印度超过，引发英国社会强烈震动。此外，英国也是过去几年中通胀率最高的主要工业国家。种种因素导致英国民心思变，时隔14年，工党再次上台执政就很能说明问题。自英国新政府7月上台以来，中英高层开始了较为频繁的互动。斯塔默上任仅1个月后，两国领导人于8月进行了电话沟通，拉比访华正式落实两国元首通话后加强接触的共识。在此之前，中英双方已先后在外交和经贸领域进行了沟通对话。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2024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专职高级研究员罗思义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就提到，受制于英美特殊关系，拉米和工党都面临着压力。为了摆脱困境，英国新政府发出了与前政府不同的声音，而且对华态度更为务实、理性。After the golden period, relations got rather bad becaus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went alo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is damaged the British economy. The British economy is now in a mess, and Lammy and the Labour government is under some pressure to try to change this, get out of this mess. So therefore, they've become in words much more friendly towards China, and Lammy's words are different. I watched carefully his visit, and it's true. He was much more polite. He was much nicer. What we have to see is whether the words, which are good and I welcome, are then followed by actions. That's we will now see.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是英国在亚洲最大贸易伙伴，中英贸易额近年来每年都超过1000亿美元，而英国是中国在欧洲第3大贸易伙伴、第2大投资目的地和第3大外资来源地。今年上半年，中英双边贸易额467.7亿美元，其中中国对英出口372.4亿美元，自英进口95.3亿美元。有观察称，拉米此次访华首先是为了建立起比较良好的正常的沟通机制，为英国新政府与中国建立联系，而经贸合作则是很好的一个落脚点。还有境外舆论称，英国商界普遍希望改善与中国的经贸关系，特别是在后脱欧时代，英国需要开拓新的市场。The British,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economy doing badl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has been forced to correct some of its more stupid mistakes. China is by far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manufacturing country. It's got huge amounts of capital to invest. China's the most dynamic economy in the world. It's the biggest of the major economies. It adds far more to world GDP each year than any other country. So that it's sensible. If you want to sell things, you should aim at the most rapidly growing market, not at a slowly growing market. 中英两国都十分重视绿色能源产业合作，这被认为是双方未来的重要合作点。深圳卫视注意到，英国驻华贸易使节尼勒斯日前主动表示，英中两国在汽车领域优势互补，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合作前景广阔。英国商业和贸易大臣乔纳森·雷诺兹14号对外表示，英国不打算追随欧盟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他还称，接触是件好事，英国需要与中国进行更多接触。实际上，近期欧盟以及加拿大等美国盟友追随美国对中国产电动车进行打压、加征关税，英方发出另类的声音，释放出积极信号。观察指出，多个美欧国家纷纷对华施压，反而等于变相给英国发了一张有利中欧合作的牌。英方会否打好这张牌，与中方相向而行，值得观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英国和欧洲市场销量很好，被欧盟方面加征最高税率的 MG 名爵品牌，实际上是一个100年英国品牌，被中国上汽集团收购。英国社会目前对 MG 名爵品牌的中英合作充满想象空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还分析了更多因素，该杂志以比亚迪海豹车型为例，指出了中国电动车在英国市场的性价比优势，即便降价仍能保证利润，惠及英国消费者，同时促进环保目标与经济增长。That Britain was very bad at manufacturing. Although it create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as all of the large British motor manufacturers went bankrupt. So there is no internal pressure lobby for the motor manufacturers. Then, secondly, Britain is not an important
situation in which you're having technological, etc., development of cars. It doesn't have a big motor industry. Therefore, it can, of its own, therefore it can follow a rather liberal type policy.